猜猜看，什么才是支配的诀窍？洞察人心，知晓恐惧。那么，什么才能被称为真正的贵族？直面恐惧，随心所欲。所以，怎样才能享受极致的乐趣？恐惧必须向我俯首称臣。我来了，色姐姐。索拉，对不起，色姐姐，我这就让你起来。抱歉，太久没见到色姐姐，书虫们像我一样开心。我刚才想让他们安静一点，就没有办法陪伴色姐姐。我的小色拉，小心一点好不好？我现在还没有席地而卧的兴趣。好，我记住了，色姐姐。真乖。谢谢色姐姐。现在，只要我们距离足够近，我就可以帮助你更好的行动。所以，不用再担心了。担心？这样有趣的事情，我为什么要担心呢？有趣？我不明白。当然有趣了。织就华服的双手被穿针引线，一使护从的贵族也任人摆布，还有比丈量无数锦衣的我更适合成为人台的存在吗？这种支配的感受，我虽目睹无数，却又无从亲历。没想到在大厦将倾的时刻，我竟然还能享受到前所未有的新乐趣。只是话虽如此，如果不是小色拉，而是换作他人，即便我只剩下2根指头能动，想必也要让对方匍匐于自己脚下吧。你在做什么呢，我的小色拉？抱歉，色姐姐，我不是聪明的孩子，但如果我们更近一点，或许我就能与你心意相通。我不明白你刚刚说的话，所以不知道该怎样回应你。是啊，即使这副身躯现在由你掌控，但我的思想依然属于自己。哼，就是不知道这最后的自我何时会被褫夺。既然你不了解我的想法，又为什么让我做出这样的举动？让我猜猜看。因为小色拉想要安慰我，对吗？我希望色姐姐可以感觉好一点，不必再勉强自己了。
觉得我需要安慰。斯拉，这是你的想法，还是他们的？是我，不，是大家。但大家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。原来在他们眼中，我看起来很需要安慰吗？哦，我差点忘了，不为身体所累，任由思想游走，他们根本无法消受，自然也无从理解。毕竟无聊、发呆、闲暇还有思考，在这个劳碌的世界里，本就是昂贵的奢侈品。因为大家需要用劳作维持生活，甚至会因此牺牲休息的时间。但也有人不需要付出这种代价，对吗？是啊，他们不必劳烦四肢，便能坐享其成，甚至会缺乏品味，将游手好闲夸耀为最高的享受。可是，再华美的舞步也有疲倦的时刻，再有趣的游戏也需要自己置身其中。而我呢，不必为躯体束缚，也无需困厄于存在之中，却能享受到这份不言而喻、永不停息的乐趣。还有什么比这更配称作极致的享乐吗？极致的享乐，色姐姐，这与你的书名一模一样呢。是啊，瑟拉真是个聪明的好孩子。别忘了，就像利托斯特，或许也包括多尼戈尔。作为树，我们注定要将那份禀赋发挥到极致。让树的禀赋发挥到极致，是白姬叔叔送给大家的礼物吗？礼物使殉死者命运深固，令享乐者亲历极乐。经他之手伪造的这一切，终会让我们落入与庶民完全一致的结局。如果接过它时，命路的终末就尘埃落定，这到底是心想事成的礼物，还是无处可逃的诅咒？但是，如果没有白姬叔叔的礼物，我就不能帮助更多人实现更多的愿望。你要是这么说，那也的确如此。让树一字不差地得偿所愿。白吉的造物给我提供了许多消遣的对象，也算是很合我的心意。而且，白姬叔叔将它交给我们的时候，应该也没有想到，帮助一个人实现愿望，也意味着帮助他作茧自缚。没错，将禀赋发挥到极致，也意味着以自己所困囿的道路作结。所以，沉睡不能解决痛苦，闭上眼睛，问题也不会消失。但是，至少可以拖延时间。虽然与此同时，每件事都在向着绝望的境地继续坠落呢。白吉，你100年前做的那些事，以及那件你选择不去做的事，今日的你对他们可曾心存后悔？
得到礼物的那一天，我们恰好经历着与庶民完全相反的事情呢。殉死者屠戮，享乐者受苦。因为拥有与庶民截然不同的开始，所以我们得到这份礼物。而最终，这份赠礼会让我们收获与庶民完全一致的结局。想得到什么，就必先付出等量的代价，还真是公平的等价交换呢。如果得到礼物的那一天，大家都在经历与庶民相反的事，那色姐姐，与结合相悖的事情是什么？是孤独。不是的，色姐姐。那天我与许多乡亲们站在一起，大家和我手拉着手，所以我一点也不孤独，对吧？是啊，我差点忘了，我的小色拉与乡亲们站在一起，怎么会孤独呢？所以不用再担心了，色姐姐。如果得到礼物的那一天，我们并非都在做与庶民相反的事，那大家一定会有不一样的结局。虽然这样说未免有点不懂气氛，但礼物与代价的戏码，从我们醒来之后，却也在一刻不停地持续上演。所以，白吉，他才会急不可耐地想要促成仪式。他可能也想以此验证自己是否后悔。我知道了，那色姐姐的选择是……嘘，以我现在的样子，真要做那件事，恐怕还需要别人来代劳呢。哼，可我还没有成为别人手中工具的爱好，更没有为一个护从思考的兴趣。护从就是护从，难道过了100年就会有什么不同吗？我明白了，可是我还不知道该怎样选。大家说了许多话，我不明白什么是对，什么是错。没关系，小色拉，你只需要自己做出选择。至少，在我们全部走向结局之前，你还有一些时间。殉死者身死，享乐者享乐。猜猜看，下一个会轮到谁呢？灯姐姐，她会怎样？我们要不要先把这件事告诉她，这样灯姐姐也好早做准备，保护自己。哦，该说不愧是我的小色拉吗？此时此刻，你的第一反应竟然是关心别人。因为既然结合能够帮助大家获得爱，那么将结合的极致作为我注定的结局，我一定也能获得更多的爱，对吧？色拉，这我可不知道。没关系，色姐姐，大家能获得爱本身就是一件好事，但对于一直保护着我的灯姐姐来说，白吉叔叔的礼物只会将源源不断的怪物们送到她面前，让她面对无数的战斗与伤痛。是啊，于情于理，他都将陷入无休止的战斗，直到力竭而亡。太好了，灯
灯姐姐又一次战胜了怪物们。找到你们了。灯姐姐，我们在这里。你又受伤了吗？让我来看看吧。等一下，瑟拉，他不太对劲。不必担心了，色姐姐，怪物们不在这里，灯姐姐已经把它们全部消灭了。不对，如果那些怪物已经被他全部扼杀，那他下一刻战斗的对象又会是谁呢？所以，这就是星之环的影响吗？